前些天啊，我做过一期节目，一个叫蔡云峰的人啊，用生命举报甘肃省副厅长、公安厅的副厅长贪污腐化的事情。昨天啊，有消息说啊，这蔡云峰已经跳楼自杀了。其实蔡云峰跳楼自杀之后不久啊，甘肃那边就有人给我发私信说，王局啊，这个蔡云峰已经跳楼了，他的手机号被当地的公安机关注销了。我当时呢，由于没有其他途径核实，所以这个消息我也没有公布。不过看到今天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还是挺不好受的。我个人觉得蔡云峰这个行为其实不值得效仿。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想啊，他爆料的那些人最希望蔡云峰做什么？最希望他死啊！他死了之后，这些事情就再也死无对证了。当然，也有人会说啊，其实他就是不死也未见得能怎么着。那调查组说不定不会去调查那些人，去折磨他。与其被这些人折磨死，还不如自己跳楼一死百了呢，一了百了呢。但要我说啊，既然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既然已经公开出来揭露这些人腐败，那还不如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决绝一些。哪怕是调查组来，也可以自己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一些，然后再死嘛。说不定置于死地还可以获得后生呢。所以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勇敢不是说可以纵身一跳，而是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加轰轰烈烈。我们今天啊不是讲蔡云峰的事情啊，我们要讲20大。20大马上就要召开了，10月16号。想想我们这20大代表也不容易啊，星期天还要开会，为这个国家真的是鞠躬尽瘁呀。很多人这一段时间一直跟我讲，他说王局啊，你得讲讲20大呀。你看看别人，人家别的油管上那些中文 UP 主，人家天天讲这个20大，什么习下礼上啊，什么突发啊，习近平被软禁，什么突发李克强跟这个老干部结盟，这个习近平威仪，说突发李克强跟军队密谋，然后习近平这个慌不择路，有可能逃跑。你看看人家讲的，你这个天天讲什么新疆隔离呀、重庆核酸呐、什么上海面包房啊，反正就是这些事都是民生的，跟人比你就不够高大上。要说前一段时间啊，我呢在网上搞过一个这个赌博，我说啊，有人说不是习近平要会下台吗？李克强会上吗？咱赌20瓶茅台呗，是不是？如果要是习近平会被李克强取而代之的话，我输茅台，是吧？结果呢，赌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跟我来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就跟我讲，他说王军你还不知道吗？这是因为自己手里真有一头牛啊，是吧？说句心里话，我挺看不上这些天天在那分析习上礼下的人。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有个观点啊，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密室政治，你就不要过分谈论密室政治，因为密室政治是共产党的自己内部权力逻辑的产物。如果你热爱民主自由，如果你热爱宪政民主，其实你应该更多的关注共产党其实权力运作的公共价值是什么。密室政治不提供这样的结果。所以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啊，在北京大家也都知道比较接近权力中心，每次要开两会的时候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啊，茶后饭余总有人喜欢谈论谁进常委啊，谁当总理啊，我一点都不感兴趣，就像打麻将似的。这打麻将我年轻时候打过几次啊，以后我再没兴趣。我就不理解有的人为什么会热衷于打麻将，一个概率游戏有多大意思啊，是吧？还有包括就是这个谈论谁能不能当常委，谁能不能当总理，我也从来没兴趣。我个人认为，这其实共产党自己的换届啊，从哪个角度应该关注呢？就是应该关注它的公共价值，它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会造成什么影响，它对国家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所以20大要到了，我也讲一讲我怎么关心20大，我从哪几个角度去关注20大的新闻。第一个方面，就是大家都知道，习近平肯定会连任。习近平的连任呢，在18年两会修宪的那一刻，其实啊就没有悬念了，绝对不可能再有第二种可能。所以这几年讲什么习上礼下的，那都是意淫，都是在割韭菜，都是搞这种政治鸦片。但是现在啊，要开两会了，要开这个党代会了。那我们要分析的是啊，就是习他连任的时候，其他人的任期制会不会被打破，或者说任期规则会打破？大家要知道啊，在老毛那个时代啊，
其实老毛是实行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但这个领导干部终身制可不仅仅是老毛一个人哦。其实周恩来也是终身当总理啊，其实也是死在总理任上。所以习啊，现在这一次去继续做党的总书记啊，那么其他人会不会违背党的干部任免的那些规则和惯例呢？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啊，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它其实在党的干部任命上也制定了2个规则。第一个规则就是同一个职务任期不能超过2届，不管你是国家主席也好啊，党的总书记也好啊。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年龄限制，就是7上8下。原先也曾经搞过6上7下啊这种方式啊。总而言之，是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要制定一个年龄的限制呢？因为共产党它作为唯一的一个执政党，但其实党内显然是有权力竞争的，但是它又不能像反对的党那样有非常强烈的所谓的政治主张的分歧，同时由选民选票来结合。所以要控制政治斗争的烈度，一定要找到一个共同大家认可的规则，而且这个规则必须是相对客观的，大家都来遵守。于是呢，就把党内斗争的烈度降低了，大家都按这个来，最后实际上找到的就是这个年龄限制。你到了67岁，你就可以再干一届；你过了68岁，你就下台。那么这个呢，也是对我们党的高级干部的任命过程中间的一个惯例，虽然没有直接写到党章里啊。那么现在值得观察的就是这一届这个20大，那么政治局里面，包括现在的这个总理里面全国人大委员长里面，这些人还受不受这个年龄的约束限制？如果还受的话，那就说明打破过去的任期制的规则只有一个人，也就是说，在整个改革开放40年来所形成的规则啊，只有最高的这个人可以成为例外，其他人还要遵循这样的一个干部任免的基本规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任期制是不是会被废除？当然，我说的是这个最高的那个任期制啊，就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大家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呢废除了中共中央主席这个职务，把它设成了总书记。设成总书记和废除中共中央主席呢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中共中央主席啊，其实是怎么说呢？他是没有任期的，因为老毛做了中共中央主席啊，他就终身做，一直死，他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啊。所以呢，他完全不受任期制的限制，所以废除了中共中央主席，设立总书记。总书记按照党代会来选举，也就意味着总书记有任期。尽管你可以连选连任，但也有任期，对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是总书记跟主席比较起来啊，主席是一个人决策，而总书记是集体决策。在政治局里面呢，是9个人投票，总书记其实并不占有1票否决权。在很多时候啊，至少按照党章是这么规定的。而老毛那个时代，说实在的，政治局常委会他都不去参加的，是周恩来他们开完常委会之后，专门到中南海找他汇报。为什么？因为那个政治局常委对他完全没有任何约束，是他一个人独自做决策。所以啊，我们需要观察的是，就是这个任期制会不会打破？换言之，会不会恢复中共中央主席的这个职位？我个人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习这次的连任呢，他是打破了过去40年的惯例吗？重新建立规则吗？那重新建立规则，它是完全恢复到毛时代的那个规则，还是尊重基本的任期，自己连选连任呢？这个值得观察。第3个方面，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这里头会透露出一个什么信号呢？就是习近平到底会在连任的基础上继续连任几届？因为按照共产党的接班序列啊，如果下一届，比如说5年之后会有一个人接班的话，那么这个人这一届就会进常委。这一届进常委的这个人呢，年龄一定会是比较轻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届的政治局委员中间的名单里面，如果他要是有一个显著的特别年轻的面孔出现，那就说明习近平有意在5年之后有可能交班，他只连任1届，他只多任1届。但是如果这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中间全都是老面孔，年龄比较大的，完全没有一个所谓的年轻面孔，那就说明5年之后他也不想交班。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做这样的解读啊。第4个方面就是谁当总理啊，谁当全国人大委员长啊。我认为这个问题呢就没有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总书记跟总理之间的权力分配是总理管经济，总书记呢管政治、管党、管外交，同时也管军队。但是这样的分野啊，在现在其实已经不太怎么说呢？不太适合了。因为现在的这个总书记基本上是一个终身制的了，那个总理啊，其实是一个还可能受任期制限制的人，他们的权力匹配已经完全不平衡了。或者说，其实总理现在管经济的这一块啊，这个职权也被总书记拿过去的差不多了。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谁当总理，谁当全国人大委员会的主席啊，其实对整个权力体系的架构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了。这是我想说的第1个方面，就是啊，第2个方面就是党章的修改。共产党的党章啊，每次开党代会都要修改，而且呢，经常改得面目全非。你比如说10大的时候，这个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同志啊，作为接班人都已经写进了党章。然后后来呢，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隔几年要搞一次，是吧？后来在邓小平上台之后，12大的时候呢，这党章做了一次面貌比较大的修改，就正式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然后呢，讲到党内不能有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重大事项都必须通过集体决策，就这些重要的共产党内的制度建设的基础啊，都是12大建立的。后续那几届的党章修改啊，基本上都是这些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把自己的思想理论写到党章里，让他自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比如说邓小平搞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搞了3个代表，然后胡锦涛搞了科学发展观，这些都写在党章里头了。后继者也会把这东西当做前面的继承部分，然后再把自己的写进去。习近平的呢，就叫习近平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实在上一次的19大的时候已经写进去了。那么这一次如果要是修改党章，当然已经说了要修改了啊，因为七中全会里头其实党章的修改草案他们已经搞完了，就是在20大的时候做一个表决嘛。那么这个修改的内容会包括什么呢？其实啊，七届全会的时候，那个新闻稿已经透露出来了，有2个内容。第一个是重大理论观点，这个重大理论观点在我看来其实就是继续丰富习近平的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有些人预测有可能会把那一长串的东西拿掉，就改成习近平思想。因为你看啊，可以叫思想的，在过去啊，或者说简化其他的呢不叫的，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其他的就是3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跟本人都没有连在一起。如果叫习近平思想的话，那习就等于跨越了江和湖，成为了跟毛邓比肩的人物。其实我认为习最近几年其实也是一直认为自己跟毛邓比肩嘛，所以现在的宣传都讲了，说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强起来了，3代领导人。所谓的站起来不就是毛吗？说富起来就是邓吗？强起来就是他吗？所以他其实是要把自己跟毛和邓比肩的，所以完全有可能要建立一个所谓的习近平思想。这是第1个方面。第2个方面就是关于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可能是在比照老邓，因为老邓啊，当时在关于改革开放的蓝图的时候，实际上是为共产党未来的发展呢勾画了50年到100年的一个蓝图，就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党要管党，是不是？然后呢，坚定不移的以经济建度不动摇这样的一个目标。它其实勾画的是到2035年左右的时候，中国达到实现全面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该说这个目标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所以邓的当时那个50年的规划啊，现在已经基本提前实现了。那么现在习有可能承上启下，提一个类似的未来50年的发展规划，因为他要比肩邓小平嘛，那么他肯定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10年任期的领导，事实上他也打破了这个所谓的惯例嘛，那么他一定要向党内说他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设计师，跟邓小平比肩的，所以他要规划未来50年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蓝图。那么这个发展蓝图就很重要啊，就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能够看到习本人对未来是如何勾画的，这是这个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台湾问题，因为啊，其实习啊，其实打破惯例啊，能够连任，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可能在跟党内其他人在说服的时候啊，要说服其他人呢，就说在他自己的任上要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吧？那么其实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就是想做千古一帝嘛，对吧？那么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在我看来有两个标准，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呢，就是 GDP 重回全球第一。这个 GDP 重回全球第一啊，大家都知道，自从1840年中国的 GDP 啊，大概被英国超越之后，中国就迎来了差不多100年左右的时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吧。按照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啊，其实就是一部屈辱的近代史。那么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 GDP 重新开始追赶，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回到了全球第二。那么假以时日，就比如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也许再过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 GDP 有可能会重新超越美国啊，重回到全球第一。这件事情啊，在历史上肯定是值得一书的一件事儿。因为你想想，过去从1840年到现在，差不多经过将近200年的时间，重新回到全球第一。而中国历史上有1000年左右的时间都是处于全球第一。那你想想这个荣光，那确实是很令人迷恋的，是吧？第二个指标就是要完成祖国统一，也就是解决台湾问题。那么解决台湾问题啊，习近平其实一直是很想在自己的任内完成这个目标。几年前他提出来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不是？然后包括现在最近很多人都猜测他就是要在任期之内完成台湾的统一，文的不行就来武的。那么这个方案呢，极有可能在20大的时候啊，提出一个所谓的台湾方案。现在很多台湾媒体也在分析和猜测。那么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关于台湾问题，它在20大如何表述。比如说，会不会制定一个台湾问题解决的终局方案，也就是路线图，甚至更苛刻一点，也都有时间表。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说明习近平已经把解决台湾问题纳入到了日程之上。这个呢，其实当然对台湾不是好消息啊，对国际社会可能也不是好消息啊，但是它值得去观察，就是习近平在20大上是不是就台湾问题会制定一个最终解决方案。不等了，我给你一次机会，然后你要如果再不听话，我可能就要武力解决了。当然会不会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这个是非常值得观察的。当然也有可能在20大上他制定一个比较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纲要，但其实内部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路线图，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总而言之，关于在20大上关于台湾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过去一直在讲啊，关于共产党的就是这个权力斗争啊，本身没有太大的关注价值，是因为它是共产党权力斗争的逻辑的产物。我们应该基于共产党开的这些代表大会啊，跟中国社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它有什么公共价值的视角去分析、去观察。这就是我观察20大的视角。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呢，尽量回避那些什么席上礼下的毒鸡汤、政治春药，让我们都把共产党的这些决策体系啊，跟中国社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看看哪些因素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方式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对未来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多的人从这个视角去关注中共的20大呢，我觉得才是比较健康的。